听说这是顾家大公子十里红妆来求娶沈家嫡女，顾家大公子玉树临风，还有钱，要是我能嫁就好了。去退亲！你的婚事凭什么我去？因为这些年同他通信，我用的一直是你的小象。妹妹总不想嫁个残废、守活寡吧？那人坐在厅中，清冷的像雪里雕出来的玉。别退，他腿不好，但钱多脸好，体力还离谱。你这边退完亲，他弟转头就能把你扔乱葬岗喂狼。退亲是死，不认也是死。顾公子，黄道吉日挑了吗？我比较急。沈大小姐，是。黄道吉日，顾家已经请人看过。胡闹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顾公子，小女有些顽劣，我去处理一下家事。沈之夏，谁让你认的？我是让你退亲，不是让你抢亲。不是你让我去退亲。退亲之后呢？让顾家知道沈家嫌弃那顾大公子双腿残疾，还是等他们回头参父亲一本？又或者拿我出气，私下报复？明珠也是一时糊涂，顾家门第太高，她害怕。她害怕，就拿我的小象去骗人；她害怕，就让我替她收拾烂摊子。她怕顾家，难道我就不怕死吗？够了！你当真不愿嫁？妹宝别嫁，你值得更好的，更好的。顾怀瑾权势滔天，倾国倾城，哪里不好？现在也只有替家一条活路，不然沈家也保不住。他不说话，就是不愿。他们都知道，这门亲退不得。沈明珠不肯嫁，就只能我去。父亲，嫡姐不愿，我愿意。从今日起，在顾怀瑾面前，我就是沈明珠。你想得美！那你自己嫁。在事情败露前，安抚好顾家，否则沈家满门都要遭殃。若沈家为难，婚事可以作罢。他听见了。顾公子误会了，并非……不必解释。我知晓自己身体不便，沈家不愿也是情理之中。他以为我们关起门来是在嫌弃他的腿，没有勉强。我方才说急是真的急，恨不得现在就和顾公子出门散心，培养感情。培养感情？对，培养感情。好，那我们便培养感情。我来。沈姑娘不必如此。我如今顶着沈明珠的身份，一听这3个字，后背都发凉。培养感情嘛，总要亲近些。男主心动值加1，心动什么？还不是把她当明珠宝宝了。沈明珠粉别嘴硬了，真人都不敢来，妹妹替她收拾烂摊子还要被骂。她自愿顶替的，怪谁？自愿顶替，乱葬岗套餐你替她吃。你在信中说过，不大喜欢照顾人。完了，沈明珠信里连这个都写。那不一样，照顾旁人自然麻烦，可照顾我的未婚夫，我心甘情愿。是吗？你还说过最喜欢城南的湖。是啊，湖水清，风也好。你说有一日成婚，想在湖边住一段时日，所以我让人把湖边所有宅子都买下了。你想住哪一处？
都可以。沈明珠随手写下的风月，他竟一字一句全都当了真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想住哪里？我不常出门，住在哪里都一样。怎么会一样？春天看花，夏天听雨，秋天赏月，冬天煮茶，地方不同，心情也不同。你从前信中不大说这些。又来了，这句话简直比我爹的戒尺还吓人。人总会变的嘛。原想成亲后再给你。我像个贼，偷了他的名字，偷了他的婚约，如今还要偷他满心珍重的欢喜。可我不敢还，一旦还回去，等着我的或许真是那些声音里说的死无葬身之地。不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就好。他小心的像怕碰疼了我，不是怕碰疼了沈明珠。顾公子，待这里。顾公子，天色有点晚了，我们回府吧。沈姑娘，你说过等见了面才会告诉我你的小字。糟了，沈明珠的小字是什么来着？巧巧。这3年，他隔着一封信，是真心实意等过一个人走到他面前。可是，若不愿说，也无妨。昭昭，我的小字是昭昭。顾家将婚期定在下月初8，顾怀瑾几乎日日遣人送东西来。第1日8匹蜀锦，12匹云缎，继母平日都舍不得裁的料子，摆满了我半间屋子。第2日，珍宝阁掌柜亲自捧来3匣首饰，任我挑选。这只南珠步摇，我从前只敢隔着柜台看一眼，如今却安安稳稳地插在我的发间。我知道他不甘心，起初是他嫌顾怀瑾腿疾不肯嫁，如今见他待我这般好，又觉得是自己亏了。第3日，他带我去了城东只接待权贵的酒楼。这道蟹粉狮子头，你上回经理说想尝。他记得的这些喜好，是嫡姐的。嫂嫂收着吧。顾二公子慎言。婚期都定了，还害羞？就是他，原剧情里把女配丢乱葬岗喂狼那个。顾二其实没错啊，哥哥被退婚羞辱，他替哥哥出气而已。出气就能杀人，这也能写？你比信里有趣多了。人总会变吗？你最好是。全都是城南湖边的宅院。东藏先生，京中最神秘的工造大家，我曾偷着临摹他的图纸，临到手腕酸痛。可1年前，他忽然再无新作。顾大公子，这图纸是从哪儿得来的？一位旧友。你认识东藏先生？算是。这水渠的成立设计太妙了，还有这楼阁的采光，若是改动一下榫卯结构，飞檐的走势一定会更轻盈。还有，我是不是话太多了？不会，你说这些时很欢喜，我喜欢看。
湖边宅子已生整妥当，婚后若你喜欢，可以常住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这3年，你从未嫌弃过我。他以为我是沈明珠，以为我早知他的腿疾，却仍愿意嫁他。可不是这样的。顾怀瑾，其实，别说了就完了。男主最恨欺骗，知道替家会黑化的，可一直骗下去也太残忍了。残忍的是沈明珠吧？他一边嫌弃，一边又想拿好处。顾怀瑾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好。顾公子，你真要娶她？她就是个骗子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沈二小姐，请自重。你为了他凶我？她是我未过门的妻。好，你等着。自从婚期定下，沈明珠往我院里来的次数一日比一日多。今日问顾怀瑾送了什么，明日问顾家又来了谁。我不会这些，母亲去世的早，继母也从未教过我。沈之夏，你真把自己当沈大小姐了？不是你自己不想当吗？沈姑娘，顾公子吩咐，嫁衣不必您亲自动手，您只管试穿便是。别碰！这本该是我的，你不是不要吗？你以为他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吗？他在信里说，等我嫁过去，要亲手替我簪花。他说我夜里睡不安稳，特意寻了安神香，以后我若再做噩梦，他便守着我睡。沈之夏，你知道吗？他连我随口一句喜欢海棠都记得，所以顾家送来的聘礼里有海棠纹绸缎，有海棠步摇，还有这件嫁衣。他说明珠穿海棠色最好看。沈之夏，他记得的每一句话，喜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。你不过是偷了我的身份，偷了我的婚事，也偷了他给我的好。那你去告诉他呀。你若不嫌弃他的腿，就自己去承认，告诉他，同他通信3年的人是你，这门婚事本该是你的。你若不敢，嫁衣是我的，聘礼是我的，人也是我的。你不要脸！比不上你，一边嫌他残疾，一边又舍不得他的好。我原以为他也不过是来闹一场，直到3日后，顾家送来最后一份聘礼。嫂嫂，这是顾家内库令，收着吧。我哥说，给你就拿着。明珠，顾家以后都交给你。完了，这可是顾家主母令，顾家富可敌国，男主真的把全部身家都给他了。沈明珠要疯了吧？她才是沈大小姐，她疯什么？自己嫌弃人家残疾不嫁，现在眼红了。明珠，别说了。顾公子，你被骗了，她不是沈明珠。她是沈之夏，是沈家的庶女。顾怀瑾，3年来同你通信的人是我，真正的沈大小姐也是我，是她顶替了我的身份嫁给你。证据呢？证据？上京谁不认识我沈明珠？谁不知道沈家大小姐是我？这些信是我亲手写的，顾二公子若不信，大可以去查我的笔记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早承认？
因为我被他威胁了。当初通信时，我不慎将他的小象误寄过去，他便抓住这点要挟我。他说顾家权势滔天，若我不让出婚事，他便毁了我名声。我同顾公子通信3年，早已情谊深厚，可我只将他当知己好友。我不知该如何同顾公子开口解释，没想到他竟抢先认下身份。顾公子，我并非嫌弃你，我只是尚未想好该如何面对这桩婚事。可如今我忍不了了，明明同你通信3年的人是我，明明你心中挂念的人也是我，凭什么他能心安理得的偷走这一切？我没想到他竟能豁出去到这种地步。他分明已经得了消息，皇后娘娘有意召他入宫相看，若此事闹大，他自己也讨不到好。可他宁愿毁掉自己的名声，也要毁了我。完了完了，孤儿要疯了！这下女主洗不清了，确实是顶替身份啊。可是沈明珠也太会颠倒黑白了吧？明明是他嫌弃男主腿疾，顾怀玉最恨别人骗他哥，女主威玩弄人家3年感情，这搁谁不黑化？我想解释，可我能说什么？说一开始我确实顶替了沈明珠，说我怕死，怕被顾家报复，怕被沈家舍弃，所以抓住了这桩婚事不肯放。那些委屈，那些恐惧，那些迫不得已，在欺骗2个字面前，似乎都变得苍白可笑。知夏，原来绕了一圈，我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小时候，我总以为只要忍一忍，日子总会好起来。我姨娘原本只是母亲身边的丫鬟，那一年嫡母怀孕，她亲手将姨娘送到了父亲床上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只那一次，姨娘便有了我。父亲不喜欢我，看我的眼神总像是在看一件麻烦事。嫡母更不喜欢我，她看见我便会想起自己亲手种下的刺。后来嫡母病逝，父亲续娶，继母待沈明珠如珠如宝，对我却永远是面上温和，暗里冷淡。沈明珠有4个1等丫鬟，学琴棋书画，学管家理事，学如何同贵女往来。我院里只有1个粗使婆子，还常被调去别处干活，连女红都没人教。逢年过节，外人瞧着沈家也给2小姐做了新衣，可只有我知道，那些布料都是沈明珠挑剩下的，颜色暗沉，花样过时。老爷，王大人虽说年过半百，但官职不低。知夏是个庶女，身份低，能去那样的人家做个妾室，已是她天大的福气了。所以顾家的婚事，哪怕风险再大，我也不想放手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我或许能离开沈家，能有一处自己的院子，能被人认真看着，认真记挂。可现在全没了，我还在顾怀瑾姐面前成了一个满口谎言、处心积虑的骗子。女儿别哭啊，她真的只是想活下去。可男主会不会不信她了？顾怀孕刚才那个表情好吓人，感觉要毙了。沈之夏，顾公子，你若是来问罪的，我从第一面就知道你不是沈明珠。什么？沈明珠信中说过，她惯用冷梅香，可你身上没有。她的字锋利，言辞也锋利。通信3年，几乎从不为旁人退让。可你第一日见我，明明怕得手心发汗，却仍蹲下来同我说没有勉强。那不是沈明珠会说的话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开始想娶的人，便不是沈明珠，是你，沈之夏。
因为我一开始想娶的人，便不是沈明珠，是你，沈之夏。3年前，我刚伤了腿，太医说我此生再也站不起来。那时我性情些阴郁，觉得活着无趣，曾独自去了城南湖边。我想投湖，是一个姑娘拦住了我。别跳，水这样冷，跳下去会很疼的。若实在想死，不如先去吃一碗热馄饨，等身上暖了，再认真想一想。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，去吃碗热馄饨吧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那日被沈明珠罚去买胭脂，回来时迷了路，的确看见过一个坐在湖边的少年，他穿着锦袍，神情却死寂的吓人。我吓坏了，不敢靠太近，只胡乱劝了几句。后来我把身上仅有的铜钱都给了他，叫他去吃碗馄饨。我以为那只是萍水相逢，原来他一直记得。后来我让人去查，小厮只打听到那日出现在湖边的是沈家的人。再后来，我写信寄到沈家表达感激之意，回过来的是你的小象，所以我以为写信的人是你。可那些信里，我问过许多事，你喜欢什么，厌恶什么，想去哪里，想住怎样的宅子。我以为我是在认识你，后来见面时发现弄错了人，我也曾迟疑过。可你偏偏撞了上来，还问我黄道吉日挑好了没有。之夏，若那些喜好不是你的，那便不要了。海棠簪不要，海棠嫁衣也不要。我重新问你，你喜欢什么？想穿什么颜色的嫁衣？想住怎样的院子？想让我怎么待你？还有，更帖上写的本就是你的名字。沈之夏不是沈明珠，从提亲那日开始，我要娶的就是你。嫂子，方才在府上是我冒犯。孤儿道歉了，疯狗低头了。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。救命！更帖写的是沈之夏，我哭死。可是我骗了你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我怕死，也怕你不要我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将你推到悬崖边的人。他的怀抱很稳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。嫁衣想要什么花样？不要海棠。好，我喜欢莲。那便绣莲。颜色也不要正红太艳。那便用分红掺月白。会不会太赶？不会，顾家养得起绣娘，也等得起你。他说到做到，可沈家并不知道，他们依然在谋划什么。之夏，不是母亲狠心，这次的事闹得这样难看，顾家虽未当场追究，可婚事8成是不成了。为了不让顾家日后看见你便想起此事，也为了沈家的名声，你还是早些另嫁吧。另嫁？礼部侍郎丧妻多年，膝下儿女也都大了，他虽年长些，可官职不低，你嫁过去做田房也算高价。礼部侍郎今年51，比我父亲还大3岁，上月才传出打死过一个通房，母亲却说这是高价。当初替嫁本就是你的主意，现在暴露了，你就得承担责任，还挑什么？明日便让人去回话。
我不嫁。由不得你！这家人真的恶心！顾怀瑾，快来啊，老婆要被卖了！沈明珠自己不要，也不许别人要，什么心理？女主小时候过得太惨了，我却没有太害怕，因为他说过，初八那日，我来接你，一定等我。于是我等。顾家来迎亲了，不是说会是皇后吗？怎么回事？顾家抬了88台聘礼来。嫂嫂，我哥来4接你。不行，她不能嫁，她是庶女，她骗过你，她根本配不上顾家。沈大小姐，我再说一次，我喜欢的从来都是沈之夏。同我通信的人若是你，那便是你借他小象欺瞒在先，这是第一错；嫌弃我腿病退亲在后，这是第二错；如今阻我娶妻，是第3错。我哥脾气好，我可不好。沈大小姐最好想清楚。那日，我穿上了他连夜赶制的新嫁衣，满城都看见顾家大公子以正妻之礼，风风光光迎娶沈家2小姐。我可以先吗？都拜堂了，夫君还问这个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很好看。这个会不会扯得疼？这只能取吗？累不累？要不要先吃点东西？顾怀瑾，你是不是也很紧张？为何？因为等了太久。可我不会管家。可以学。若学不会呢？那便让管家管，你只管花。霸总发言虽迟但到，你只管花，谁懂啊？想修什么便修。若赔钱呢？赔得起。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院子，自己的衣裳，自己的首饰，自己的书房。书房里摆满了工造图册，桌案上放着最好的笔墨。顾怀瑾，这笔记，你就是东藏先生？夫人，我可以解释，答应你以后多多给你设计楼阁，可好？以后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告诉我。之下不必再捡别人剩下的。好。各位管事，这是顾家新少夫人，以后内宅的对牌账目都交由夫人打理。少夫人安好，奴婢们往后就仰仗少夫人了。这桌上是上半年的米粮、布匹、浆洗和柴炭总账，其中3月里南边新进了2批暗伏水沙，入的是2仓，又因走的是水路，加了3成折损。少夫人若是现在对，奴婢去把库房钥匙取来。他语速极快，
一开口就拿库房、水路折损这些乱账来绕我，是在试我到底懂不懂规矩。既然是上半年的账，不急在这一时，先搬去账房，我一笔一笔看。是。少夫人，这便是采买明细。在沈家，我连看灶台采买的资格都没有，更何况是这么大的账，说不慌是假的。管事妈妈，少夫人，老奴在。3月初府里给丫头裁春衣，统共订了多少匹春绸？回少夫人订了30匹。30匹春绸，为何初2结了120两，初5又从内账上划走了120两？初2结了账，初5又报了一次损耗，同一批春绸2笔账。我刚要细问，那管事妈妈就说初5那笔是给外院小厮裁衣的粗布，是账房先生笔误写成了春绸。做假账最怕孤证，若真有一笔料子进了府，采买上有账，库房里就得有入库单，针线房就得有领跳单。所以只要对不上，去查吧。顾家不养手脚不干净的人，你想怎么处置都随你。去把近3个月的采买总账、入库付账，还有门房记的进车册子全都搬来。少夫人，这3个月的账目繁多，您今日怕是看不过来。搬来。是。3月12，采买账上记着买入50斤燕窝，可门房当日的进车单子上只记了30斤的香葱，剩下的20斤是凭空飞进顾家库房的，还是压根就没买？这许是分了2批运。你记的外账，你说。刚才在里面，管事妈妈说单子是你填的，这笔假账，你是想一个人扛下来，被扭送官府，还是说实话？少夫人明鉴，是周管事使他们扣了货，逼小人改的账，小人也是被逼的。少夫人，沈家来人了，说请少夫人3天后回门。查账查到这般地步，沈家偏偏在这个时候来请，看来这趟回门注定不会太平。之夏呀，你如今嫁入高门，母亲这心里总算踏实了。来，多吃些。母亲就是操心太过，妹妹这般好手段，连阴差阳错的替嫁都能变成飞上枝头，顾家还能苦待了她不成？明珠，怎么同你妹妹说话的？我可是真心替妹妹高兴，毕竟不是谁都能捡着别人不要的婚事，还当成宝一样扒着不放。抬进来。之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既然嫡姐觉得委屈，父亲和母亲又说当初是一场误会，那今日咱们就把误会理清楚。顾家提亲那日，是谁嫌弃顾公子有腿疾，躲在屏风后让我去退亲？这封没送出去的退封信，到底是谁执的笔？你这个逆女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这些顾沈两家的往来文书上都盖着沈家的私印。之夏呀，从前的事儿是我们一时糊涂，可到底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何必把话说得这般绝？我都知道会你们为了自保，要把我塞给年过半百、打死过通房的礼部侍郎做填床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你现在不是风风光光嫁进顾家了吗？你不仅成了少夫人，还管了顾家的内库，你占尽了便宜，还回来算什么旧账？那是顾怀瑾给我的体面，不是沈家给的。还有母亲当年留下的田契，还有我出嫁时沈家该配的嫁妆，沈家私自扣下了多少？我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从今往后，若沈家再敢拿家丑2字出去造谣恶心我，明日这口箱子就会摆在顺天府的公堂上。嫂嫂这通火发的，隔着2条街都听得见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递个东西，这是我让人从沈明珠当年同我哥通信的信件里挑出来的字。这是同一个人写的？是，但起承转合的下笔力度被人刻意改过了。沈明珠不是临时起意翻脸，他从一开始通信时就故意改了笔锋，他早就给自己留好了死无对证的退路。他连同顾家通信都在防备，生怕哪天顾家出事牵连到他，好随时改口不认。不止如此，我让人盯着沈家，
他这2日出了3趟门，去了2家常有贵妇走动的茶楼，还给几位官眷递了帖子。他在说什么？哭诉，说自己如何让被庶妹要挟，如今外头已经有风声，说顾少夫人心机深厚，逼迫嫡己。他是见不得我过得安稳，非要把替家的脏水重新泼满全城。外头的流言若是传开，不仅是我，连你也会被人非议。他们会说顾家大公子娶了个骗子，说顾家识人不明。要不要我派人去把茶楼的嘴堵上？堵得住茶楼，堵不住人心。越是遮盖，旁人越觉得顾家心虚。那怎么办？任由他去说。后日城东别院有场春宴，京中说得上话的权贵、道名都会去。你的意思是？与其让别人在暗处指指点点，不如让所有人亲眼看清楚，顾家大公子要娶的人是谁，顾家的少夫人是谁，不由沈明珠说了算。去准备一下，后日我带你赴宴。顾大人到！在沈家时，我连参加普通诗会的资格都没有，如今一站出来，就是京中最顶尖的场子。之夏，过来。哎呦，这位就是顾家新过门的少夫人吧？模样生得真标致。听说少夫人先前在娘家是个极守规矩的庶女。侯夫人谬赞，我自幼规矩学得迟，倒不如侯府家风严谨。听闻连外头的茶水都有定力。少夫人这张嘴倒是伶俐，难怪能接管顾家内库，想来是把顾家上下都打理得服服帖帖了。只是这般年纪，怕是辛苦得很呐。顾家规矩分明，各司其职，我不过是依样照看，倒不用操心太多。若真事事轻微，那才是乱了规矩。顾大公子今日带少夫人赴宴，真是伉俪情深。只是外头这阵子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是顾大公子原本定下的，其实并不是这位妹妹。太傅家规矩重，想来是不懂顾家的形势。顾家提亲、下聘乃至庚帖上写的8字，从始至终都只有沈之夏一人。顾家不瞎，自然知道自己娶的是谁。若再有人拿莫须有的流言来试探我的夫人，顾大公子说笑了，我们不过是白问一句，也是关心少夫人。把备好的回礼单子给主家递过去，就说是顾府少夫人的心意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连借口都不屑找，直接用顾家的底气。刚才在席上，多谢夫君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护着你本就是应当。少夫人，你是城南湖边宅子工地的人，怎么回事？大惊小怪的。出事了，少夫人！湖边新修的宅子东侧的回廊突然塌了一角。有人伤着吗？万幸那处偏僻，坍塌时工匠们都在前院用饭，没人伤着。可是那回廊明明昨日才刚上梁固定，怎么会平白无故就塌了呢？湖边宅子是我亲手图纸，毛叟结构绝不可能出错，平白无故塌了，绝不是意外。这木头不对，这怎么空心的樟木？咱们图纸上定的明明是上好的实心铁木啊！除了这根，还有哪里不对？灰浆里掺了过量的沙土，根本粘不牢，难怪一场夜风就塌了。少夫人明鉴，小人们干活绝对不敢偷工减料。这料子是库房按着单子发下来的。把这几天进货的单子，还有采买册全拿来。这一批料是谁去城西牧场交接运回来的？回少夫人，是周管事带人去接的。哪个周管事？就是内宅采买上管着木料的周通。周通？若我没记错，他的亲姑姑就是沈家大夫人当年的陪嫁嬷嬷。沈家，原来他们的手早就借着这些裙带关系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伸进了顾家的工地。这塌的不是回廊，是想给我这个新主府一个下马威。来人，去把周通还有这单子上签了字的所有人全给我扣下。周通仗着和沈家的亲戚关系，联合牧场掌柜把铁木换成了次等樟木，
中间的差价全进了他的腰刀。工地上的赠储管事收了好处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想怎么处置？我若只办周通一人，其他人只会觉得我是借着主母的威风公报私仇，顺便拿他立威。顾家不怕工期延误，也不怕折钱。你现在是顾家的少夫人，遇到烂木头该砍就砍，砍坏了我兜着。好。周通，偷换料子，吃里扒外，你可认罪？少夫人，这单子上签字的又不止我一个，凭什么只抓我？再说了，我是大夫人那边的人，您就算不看僧面，也要看佛面啊。顾家的佛面，岂是你这种蛀虫能攀扯的？今日凡是单据上签了字的，涉事一概革去差事，永不录用。知情不报者，扣3个月月钱，留用查看。至于周通，按顾家规矩，打断一条腿，扭送官府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沈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少夫人，你以为今天这事儿只凭沈家一家能办得成？你别得意太早，这事儿不止沈家沾手，若继续往深里查，只怕查到不该查的人，连顾大公子都保不住你。不止沈家，那这背后究竟还藏着谁的黑手？周通临走前的话，不像是死到临头的胡潘乱咬。若只是沈家，顶多为了贪图几两银子；可若真如他所说，还有旁人沾手。京中盯着这块废肉的人从来不少，这只手是借了沈家这层亲戚的皮，再探顾家的底。那还要不要继续往下查？顺着牧场往上摸，或许能查到接头的人。先收网，这块烂木头已经被你砍了，对方既然试探不成，必然会有下一步动作。我们现在查只会打草惊蛇，把东西收好，剩下的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。哥，嫂嫂，去前厅，宫里来人了。顾大公子，少夫人，咱家这厢有礼了。公公深夜造访，可是宫中有旨意？旨意倒算不上，只是皇后娘娘听闻顾家新娶了少夫人，又是个极妥帖的，心里记挂，特命咱家送来帖子，后日宫中赏花宴，指明召大公子与少夫人一同入宫赴宴。宫里，我一个连好命都没有的伤指妇，皇后为何会突然指名见我？劳烦公公跑一趟，臣与内女后日必准时赴宴。大公子客气，那咱家就先回宫复命了。少夫人，后日可要好好打扮，莫辜负了娘娘的恩典。后日，时间卡得真准。这刚砍了一只伸进宫地的手，宫里的帖子就跟长了眼似的递进来了。看来盯着顾家的人已经等不及要在明面上过招了。少夫人，进宫不比在外头赴宴，眼睛不能乱看，步子不能迈大，回话时必须微微垂手，声音不得高过主位，头再低些。进宫赴宴，每一步都是规矩，每一句话都可能招来祸患。我甚至不知道后日等着我的到底是一场宴席，还是一个局。嬷嬷教的严，累了？规矩虽烦，记在心里便好。我只是怕自己在那样的场合行差踏错，连累了你和顾家。之下你记着，宫里那些规矩是用来约束下人的，不是用来锁你的。后日宴席上，若有人用话试探，你觉得能挡便挡，若拿不准，便少说话，多看人，不用急着证明什么。只要有我在，就算你真的说错了什么，顾家也护得住你。嫂嫂，今儿进宫，你可得打起12分精神。怎么？我让人去打听了，今日赴宴的除了后宫的几位娘娘，还有京中几家和咱们顾家向来不对调的官权。更要紧的是，沈明珠近日也会随沈大夫人一同入宫。沈明珠，她那日丢了脸，如今在宫宴上碰面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看来今天盯着我的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后。哎呦，这不是顾家新气吗？瞧这做派，倒真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模样。听说少夫人未出阁时，在沈家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。听闻当初顾家的聘礼，原是朝着沈大小姐去的。侯夫人说造化弄人，倒不如说是明媒正娶。顾家3书6礼过的是沈之夏的名字，庚帖之上写的是沈之夏的8字。夫君认这份庚帖，顾家认这门亲。诸位夫人若是觉得这婚事名不正言不正，大可去顺天府递状子，告顾家强抢，或是告沈家逼婚。咱不过是听外头传言，顾大公子当初求娶的明明是沈大小姐。外头传言再多，
也代替不了主家按下的红泥手印。内子的话便是顾家的话，顾家的门第还轮不到外头的闲言碎语来做主。谁若再拿些子虚乌有的旧事来扫我夫人的兴，顾家不介意同他一家家理清账务。皇后娘娘在内殿，传顾少夫人单独觐见。不必急，皇后娘娘问什么，你便照实答什么。若我答错了呢？错便错了，有顾家在，无人能将你如何。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臣妇顾沈氏参见皇后娘娘。起吧，赐座，少夫人。近日外头市井间有不少关于顾家婚事的闲言碎语，少夫人年纪轻轻便要受这些编排，心里可觉得委屈？回嬷嬷，臣妇不委屈。哦，被人指指点点也不委屈？三书六礼是顾家给的体面，婚书既定，夫君便信我护我。有夫家如此，外头的闲言碎语于臣妇而言不过是过耳清风，伤不到根本。好一句过耳清风，顾家大公子倒是没看错人。不过顾家家大业大，本宫听闻你刚接手内务，城南湖边新修的别院回廊就塌了一角。回娘娘，确有此事。哦，那你这个当家的少夫人准备如何收场？而是有人在木料上动了手脚，以次充好。涉事之人，臣妇已按顾家规矩处置。至于外头牧场的猫腻，臣妇正在对账，尚未查实，不敢妄下定论。不贪功，不诿过。顾家这后宅的钥匙，你倒是拿得稳。知玉簪赏你，带着他把顾家后宅看顾好。退下吧。臣妇谢娘娘恩典。凭什么？你得意什么？你真以为皇后赏你是看得起你这个庶女？那不过是看在顾怀瑾的面子上，做给顾家看的罢了。就算是顾家的面子，那也是顾家给我的体面。怎么，嫡姐连这份体面也想抢？沈之夏，你别以为嫁进去就站稳了，顾家树大招风，早晚有你跌下来的时候。这是在宫里，嫡姐最好管住自己的嘴。若因你一两句狂言惹了祸端，沈家可没有第二个庶女替你顶罪。姑姑明鉴，我同顾公子通信3年，原本情投意合，若不是他要挟我，大小姐的委屈咱们都知道，只是听说你那位庶妹如今手段了得，不仅把持了顾家内库，连外头修宅子、采买木料的差事都抓在手里。他哪里懂什么管家，不知仗着顾公子纵容，把顾府的老管事都发落了，四处安他自己的人。他根本不关心沈明珠受了什么委屈，他字字句句都是在套顾家内宅和工地的底。沈明珠已经成了一把被别人握在手里的蠢刀。皇后娘娘有旨，今日宴散，各家女眷各自出宫。娘娘口谕，顾家少夫人举止稳重，赏脸面，先行出宫。哥，嫂嫂，府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今日你们入宫，府里人手松动，有人趁机潜进了账房，把旧账翻了。丢了多少银子？没丢银子，对方翻的全是嫂嫂这几日查过的木料单据，还有内库近3个月的流水抵账。冲着账来的，看来盯着顾家的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我们的底细。对方手法很轻，若不是我之前在这一页夹了根红线做记号，账房先生根本发现不了被人动过。大费周章潜进顾家，1两银子不拿，光看破账，这分明是来探咱们的底。想知道咱们顺着塌廊的事儿到底查到了哪一步？那单据和内库的底账被翻，说明对方急了，他们怕我们已经拿到了什么要命的证据。那你觉得该如何回敬？怀瑜，既然他们看底牌，那就给他们看。只不过是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烂账混进去。工地的咱以为顾家现在只查到了内宅贪墨这一层，根本没摸到外头。按少夫人说的办。嫂嫂这招虚虚实实，够损，我喜欢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我方才那么定，会不会太拖大了？若是对方不上当，顺着那些乱账反咬一口，顾家的名声怕是会受牵连。之下是用真金白银和硬骨头扛出来的，做局便放开手掌去做。顾家有试错的底气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我兜着。哥，嫂嫂，出事了！
负责城西木料交接的那个小管事，刚才被人在城外10里铺的一口枯井里发现了。人呢？死了。衙门的人去看了，说是夜里走夜路，喝醉了，失足落井。单子刚刚对上他，人就死了，这分明是灭口，刚牵出的一点线头，被人硬生生掐断了。差大哥，这是我家出去办事的管事，能不能容我们再看一眼，也好回去给主家有个交代。这鞋印的方向不对，若是失足滑落，脚尖该是朝向井口，这分明是被人硬生生推下去，他在拼命往外蹬。他临死前抢过凶手身上的东西，是一份文书。屋里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被翻过了。这印式格式不是普通商号红器，是官署的文书。一个管木料交接的跑腿下人，屋里怎么会有官署的文书？看来买通他偷换木料的人来头不小。先是破账，再是灭口，对方不想只是贪咱们顾家几两银子，这是在切断咱们往上查的每一条线。对方既然动了杀机，就说明我们之前的虚假账目没有骗过他们。他们知道顾家在往上摸，所以在断尾求生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顺着官署文书去查？不，怀玉，现在明面上越查，对方藏得越深。你亲自去查宫宴那日在偏殿和沈明珠搭过话的那名女官。哥的意思是从宫里那条线反查，对方能借宫中女官的嘴来探顾家的底，说明这件事早就过了某些官眷的耳朵。顺着官眷查，比查官署文书快得多。我明白了。还有件事，我底下的人回报，那处私宅明面上是个富商的别院，但地底里挂在兵部尚书府一位管事的名下。我让人在外头盯了2天，那处私宅平时进出的多半是些2、3品官眷身边的亲信嬷嬷，甚至还有宫里采买能混进去。他那日在宫宴上故意去找女官卖茶，把顾家修斋子查账的事漏出去，他是在拿顾家的消息给自己换取更高门第攀附的敲门砖。这女人真是死性不改。哥，要不要我直接把她绑了？绑了她只会惊动她背后的人。她既然想做别人的敲门砖，就让她继续敲，看看门里面到底藏着什么鬼。大小姐这些日子受委屈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咱们既然知道了你是被庶妹陷害，自然不会眼看着你被欺负。多谢夫人体恤，明珠原本只求个公道，谁知她如今攀了高枝，更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听说顾家那位大公子如今把手底下的产业都交给你那位庶妹管了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外头传顾家近日连江南的木料账都出了岔子，千真万确。顾家城南的工地不仅塌了回廊，连内库里的账都评不上。沈之夏这几天急得焦头烂额，四处发落管事呢。是来这顾家怕是有些撑不住了，看来顾大公子到底还是病弱了些。兵部尚书府、木料丹丹、宫中女官，还有沈明珠，这一张网织得这么密，到底想从顾家身上撕下多大一块肉？少夫人，门房刚才收到一封信，说是点名要交给您。送信的是个生面孔的小乞丐，丢下就跑了。今日要出门？城南有2家米粮铺子的账还没对完，我过去看一眼，顺便去茶楼坐坐。路上小心，早些回来。让安六跟上，别靠太近，若是他有危险，立刻动手。怎么，看见是我，很失望？弄个小乞丐递条子，装神弄鬼，我还以为狄姐真攀上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。沈之夏，你少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以为进了顾家就高枕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如今背后的人，动手指头就能捏死你。是吗？那你背后那位夫人让你来这找我，是为了捏死我，还是为了从我嘴里继续套顾家的话？你管我操什么话？那位夫人说了，只要顾家倒了，她自然能给我寻一门比顾家好100倍的亲事。兵部尚书府的人脉，连宫里的娘娘都得给几分薄面，岂是你一个商贾妇能懂的？他们背后的靠山找到了。找死！看清楚了吗？你以为那是你的靠山，在他们眼里，连你也是可以随时用来做局灭口的死人。那打手嘴硬，
什么都没审出来，半路就咬毒自尽了。但这牌子错不了，兵部尚书府别院的护卫身上都有这种暗器。果然是他们。你早就猜到是兵部尚书府。顾家这些年做丝绸米粮，也做南北商道。兵部这2年借着整顿军需的名号，想把江南一带的货道和牧场收归己有。顾家的生意挡了他们的路，便想借沈明珠这层身份的遮掩，加上工地和账房的乱子，来试探顾家是不是一推就倒。既然查清了是他们在搞鬼，不如我带人去别院，去抓人，凭一块残片，人家大可说是下人偷了腰牌在外惹事。在官面上，顾家是商，他们是官，硬碰硬只会正中下怀。你先下去，此事从长计议。白日里吓坏了。我没吓坏，我只是在想，既然他们想知道顾家是不是一推就倒，我们为什么不顺着他们的心思推一把？顺着推？兵部尚书府胃口那么大，想要江南的货道，想要牧场，想要吞下顾家，那我们不如就把顾家这块肥肉主动递到他们嘴边，就拿工地塌廊、内部查账，还有我这名声不好的事做文章，放出风去，说顾家内库吃紧，周转不开，准备低价抛售一部分货道和牧场，设局反杀，好计策。这局可以做，内宅和外头放风的事，我交给你和怀云去办。但有一点，这个局不能只做给兵部尚书府和那些商号看，还要做大些。做大些？要让宫里也清清楚楚地看见，到底是谁在逼迫顾家，又是谁想把手伸进江南的钱袋子里。兵部尚书府再势大，也大不过皇权。你这是要借力打力，把顾家的商斗直接推成朝局的博弈。你要的不仅是反击，更是一劳永逸。少夫人今日瞧着气色不大好，可是近日府里事情太多，累着了。多谢夫人挂心，不过是前几日对账没歇好罢了。听说城南那宅子停工了，外头都在传，说是顾家这阵子不仅内库要重新理账，连江南送来的料子都压在码头，周转不开了。没有的事，不过是库里积压了些旧账。夫君说江南那边的2条货道若实在费神，不如折价让出去，也落得清闲。哎呦，江南的货道可是聚宝盆啊，顾家竟真舍得出让。夫君身体为重，旁的自然顾不上了。各位夫人吃茶。今日在花厅，我连江南货道要折价的话都放出去了。那几位夫人一出顾家大门，定会把这消息传遍京中。我演的会不会太露骨了些？若他们看出端倪不上钩怎么办？不会，人在极度贪婪时，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他们正愁找不到顾家的破绽，你给他们递了梯子，他们只会争先恐后的往下爬。哥，鱼咬钩了。这上面记着的3家商后，今日下午已经暗中托人来探底，说愿意低价接手顾家在江南的货道。而这3家的背后东家，全都是兵部尚书府里的人。顾二爷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顾家现在是什么状况，外头都清楚。江南这条线，除了咱们，没人敢接。若不是我哥非要修10座宅子，当些小人做假账，这货道就是翻倍，我也绝不卖。二爷，2成的价，咱们现在就按手印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。好，但我要现银。爽快！二爷随咱们去货仓后头，那里连账册和银票都备好了。就是他，是奴婢这几日按少夫人的吩咐，盯着送喜和外出采买的人。这婆婆前2天借着去沈家稻叶乡亲戚叙旧，偷偷递出去2学话，去把人绑了，直接带去柴房，捂住嘴，别惊动外头。你在沈家拿了多少好处，连顾家账房少了几根线都往外说。少夫人饶命，老奴只是顺嘴闲聊。顺嘴闲聊能聊出顾家内库空虚的消息？去拿他的手印对一下日从小管事房里搜出来的破纸，若对得上，直接沉塘。少夫人，是大夫人身边的人让老奴打听的，他们说只要顾家乱了，沈大小姐就能嫁给更好的门第。果然，沈明珠不仅是个探路石，沈家甚至主动在帮外人里应外合。拿到了。
那两只老狐狸急着吃下顾家的货道，连老底都露出来了。账册上清晰地记录着兵部尚书府如何借这几家商号的名义，暗中克扣军需吃空饷，甚至还详细记录了之前收买牧场管事、偷换顾家木料的银钱流水。有了这东西，兵部尚书府这回不死也要脱层皮。别急，东西到手还不算完，得把它放到该放的位置。大公子、少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皇后娘娘有旨，明日午后召顾少夫人单独入宫伴驾。顾家刚拿到兵部尚书府的命门，皇后便立刻传召。这到底是巧合，还是宫里一直有一双眼睛？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外头这几日很热闹，说是顾家连江南的货道都护住了。树大招风，风过自然要落几片黄叶。这几日顾家既然护了这么多眼线，臣服已尽数清理，自然不是谁想张嘴吞就能吞得下的。你倒是敢说。本宫只问你一句，你如今做这一切，是想只做个被顾淮西护在焦氏，还是想做个真正能与他并肩，替顾家拿主意的人？这是一道送命题，也是一道试心题。臣妇既已嫁入顾家，顾家的兴衰便系在臣妇身上。夫君护我，我亦要护他。臣妇要做的是从此顾家风雨皆有我一半。好，长春宫后殿有一处年久失修的小佛堂，本宫正善佛堂的差事，便交由你来监工。这哪里是修佛堂，这分明是皇后在明面上给了我一道护身符，也是给了顾家一个直达天听的台阶。臣妇领旨，定不负娘娘厚望。怀瑾，皇后娘娘把修长春宫小佛堂的差事交给了我。我知道你能行。宫里既然已经表了态，愿意给你，也愿意给顾家这个体面，那咱们便可以收网了。瞎了眼的东西，这里也是你配来的，滚！开门，让我见沈之夏，快开门！大少明说了，顾府不见外客。沈大小姐，请回吧。少夫人，沈大小姐在门外闹着不肯走，说她也是被人骗了，求您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见她一面。我不是想害顾家，我只是不甘心，凭什么你一个庶女能踩在我头上？你帮帮我！你去传话，告诉她，她从来没有输给我。他只是输给了他自己那颗永远贪得无厌又自作聪明的心。既然选了做别人的刀，就该知道刀钝了是要被折断的。作孽呀！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这以后你还怎么嫁人啊？我亲手斩断了自己最后一条退路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位大小姐竟然和前阵子查出私下结党的几位官妾不清不楚，可不是嘛？我还听说她为了攀高枝，连自己妹妹的聘礼都敢偷着换，这名声算是烂透了。这顾家少夫人倒是个心细如星、能担大事的。佛堂那点差事，她办得不错。这顾家少夫人可真是不显山不露水，不仅把顾家内宅打理得铁桶一般，连娘娘都开了金口夸她。可不是，当初谁说顾大公子娶了个庶女是委屈了？如今看来，这简直是顾家捡到了宝。外头曾经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，在皇后的口风和顾家稳如泰山的局势下，烟消云散。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，只要能在这里有个容身之所，哪怕是借来的名分，我也认了。
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把这里守住，谁也别想再从我手里抢走。好，以后不只是这座宅子，顾家所有的风雨，所有的家业，你都可以和我一起守。哥，嫂嫂，江南的急件，我们留在苏州的3个掌柜2死1伤，连通往地的水路也被官府以查私盐的名义强行扣了7艘大船。看来兵部尚书府这回是彻底坐不住了。京中的局刚刚稳住，真正的血雨凶风才刚刚开始。